早在1921年，英国记者拜沃特就写过一本小说，名为《伟大的太平洋战争》。书中描绘了一支日本舰队偷袭了珍珠港的美军，并攻占了关岛和菲律宾群岛。该书引起了日本的高度重视，将其列为了海军大学的必修课程。1932年，美国在太平洋举行了一场军事演习。作为假想敌的日本，于星期天破晓前率领着200多艘舰艇直扑珍珠港。毫无防备的美军遭到毁灭性打击，瞬间陷入瘫痪。如果讲英国小说启发了日本人的战略思路，那么美军的演习则为日军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方案。9年后，山本56正是根据美国的演习情报，制定了偷袭珍珠港的计划。事后，不少参加过演习的美军都傻眼了，这道大题竟然和模拟试卷考得一模一样。那日本一撮小邦为何敢向工业强大的美国宣战呢？1940年，希特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先后攻占了比利时、荷兰、法国等地。作为海上霸主的英国也濒临绝境。对日本而言，这无疑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如果能趁着英法和溃败之际夺取他们在亚洲南洋的殖民地，便可实现2大目标：其一，攻占缅甸，切断滇缅公路，迫使美国放弃援华，从而加速吞并中国，摆脱侵华战争的泥潭；其二，日本资源匮乏，军工生产所需的石油、钢铁大多依赖美国进口，而南洋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战略资源。印尼石油的年产量高达1000万吨，足以让日本舰队再扩大1倍。马来亚和印度的天然橡胶则是轮胎等军事配件的关键原料。这里还有挖不完的锡矿、铝矿，像马来亚的铝年产量约为15万吨，足以制造7000多架战斗机。当时日本已侵占了半个中国，获得了东北的煤炭和铁矿，以及源源不断的免费劳动力。如果再将南洋的战略资源纳入囊中，日本便能打造出一架强大的战争机器，实现称霸亚洲、问鼎世界的夙愿。不过，南洋诸岛是英美荷等国的殖民地，一旦日本发起大规模的进攻，很容易被美国舰队从后路包抄，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。美军甚至会釜底抽薪，放弃南洋，直取日本老巢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日本侥幸拿下南洋并守住本土，也无法和工业强大的美国打持久战。最终不仅丢了芝麻，也丢了西瓜，甚至连老命都得搭进去。日本的海军司令山本56年少时曾到美国留学，当看过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和德克萨斯的油田后，他就明白了，日本一旦和美国开战，无异于找死。可面对稍纵即逝的战机，嗜好赌博的山本提出了一个破天荒的计划：奇袭珍珠港。山本认为，要破解难题，必须开战就有突袭的方式摧毁美国海军主力，至少让他们在1年内丧失作战能力，这样便能从容地攻占南洋诸岛，夺取战略资源。待美军恢复元气后，日本也完成扩张，届时才能与其一决高下。今天有人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是头脑发热才做出的决定，实际上山本对两国的差距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。在兵棋推演中，按照传统作战思路，日本从来没有赢过一次，唯有孤注一掷与国运相赌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赌了可能会输，但不赌一定会输。从军事角度看，以日本当时的困境，这恰恰是最明智的决定。二战初期，美国正遭受经济危机，许多失业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，根本无暇关心世界大事，所以政府一直奉行孤立主义，避免卷入任何战事。到1939年，美军总数仅有60万，其中一半的士兵是初中学历，且未受过正规训练。仓库里的步枪是一战留下的老古董，搁置了10多年的手榴弹，即使拉掉安全栓也不会爆炸。海军方面只有一战时建造的8艘战列舰和2艘航母。反观日本，经过多年的扩张，拥有150万军人、10艘战列舰、10艘航母，以及当时最先进的零式战斗机。1940年，日本侵入越南，危及南洋，罗斯福随即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财产，并停止了钢铁、石油的出口。这下双方彻底撕破脸，大战一触即发。经过山本56的精心策划，日本舰队于1941年11月26号开始起航。为了躲避雷达侦测，所以舰艇保持无线电静默，电报只收不发。其实早在1月份，美国驻日大使就得知了日本即将袭击珍珠港的消息，包括日本舰队离开本土水域时，美军也收到了情报。但美方过分轻敌，始终认为日本的进攻目标在东南亚，就算给他们10个胆子也不敢打美国。但这次日本人真的来了。12月7号恰值周天，美军放假休整，停止飞机巡逻，珍珠港几乎处于不设防的状态。上午7点，值班士兵在雷达上发现了大规模的飞机编队，但上司毫不在意，认为这是自己人的飞机。7点55分，数百架日机一路如入无人之境，直接扑向了珍珠港。刚起床的美军还以为是例行演习，直到炸弹如蜻蜓下卵般自天而降时，才如梦初醒。刹那间，军港内腾起了一阵烈焰浓烟，爆炸声、警报声响成一片。珍珠港平均水深仅有10几米，日军如果上去一通乱炸，每间下沉一部分便会触到海底，甚至连甲板都淹不到。
用不着多大的力气就可以打捞上岸，重新修复使用。所以为了彻底摧毁美军的主力舰只，日军采用了分批精准轰炸。第一波战机先用潜水鱼雷把皮糙肉厚的战列舰炸成侧翻状态，露出没有装甲保护的部分，这样第二波轰炸机的穿甲弹便能轻而易举地钻进舰内爆炸。最后俯冲轰炸机携带着普通炸弹将残舰送入水底。当时珍珠港停泊的8艘主力战列舰有5艘被炸沉，其他舰船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重创。幸运的是，作为海军核心力量的3艘航空母舰当日恰好不在港内躲过一劫。此前美军司令为了防止日本间谍搞破坏，像曹孟德一样把所有飞机集中停放在跑道上，以方便统一警戒。这时日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引爆摧毁了180多架战斗机。经过2个小时的狂轰滥炸，毫无防备的美军舰队损失惨重，一共伤亡了4500多人，而日本仅损失了29架战机，64个人。直到下午2点，日本大使才向美国递交了那封姗姗来迟的宣战书。起航之日，日军担心不宣而战会被世人耻笑，有失大国风范，但提前告知又会泄露奇袭计划，所以日本将宣战照会的递交时间巧妙地定在了开战前的半小时，可因为翻译问题送到美国手里是偷袭后的7小时。紧接着，日军对南洋展开了全面攻势，位于关岛、威克岛的美国海军基地先后被日军攻占。1942年4月，菲律宾群岛全部沦陷，被俘虏的美菲联军高达7万多人。位于马来半岛的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大的海空交通枢纽，英国人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将其建成了一个固若金汤的海军基地，但它有个致命弱点，所有火炮都是面朝大海，背后却没有修建任何防御工事。瞅准这一点，日军以泰国为跳板，迅速侵占了马来亚。7万日军骑着自行车穿越热带雨林，击溃了印度兵的层层拦截，仅用7周就打到了新加坡背后的柔佛海峡。许多历史学家将其称为自行车闪电战。1942年2月，3万日军趁着水位降低，越过海峡攻入新加坡，在控制了水库、切断了淡水供应后，英军举手投降，被俘人数高达13万，堪称英国战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。英国之所以兵败如山，不仅是武器装备和防守策略的问题，根本原因还是2个字：人心。虽然英军号称有10万人，但基层士兵多为印度人和马来亚人，反营级以上的军官全由英国人担任，这就导致印度士兵对上级普遍缺乏信任，日军枪声一响便四散而逃，谁都不想给英国当炮灰。按理说，马来亚人为了自己的家园理应更加卖命，实际上大家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早有不满，当日军来袭时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何而战。驻守在缅甸的2万英军同样被日军打得丢盔卸甲。而在仁安羌一战中，中国远征军第38师师长孙立人带着1000多人成功击溃了4000多个日军的包围，还顺利解救了7000多名被困的英国士兵。不过局部的胜利无法扭转整个战场的败局。1942年3月，日军攻陷缅甸仰光，彻底堵死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外援通道。至此，日本借着偷袭珍珠港的先手之力，完成了侵占南洋的目标，不仅获得了大量的战略资源，还在太平洋形成了独霸之势。从战术角度看，日本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，但从战略角度看，珍珠港事件反而成为了2战盟国反败为胜的转折点。首先，日军并未对珍珠港造成毁灭性打击，被炸沉的8艘战列舰有6艘经过修理改良，重新投入战场。如果日本当时能做得再绝一点，顺带一起炸掉附近的造船厂和维修厂，那么这些毁伤的舰船将无法修复。特别是附近重达450吨的油库，只需一颗炸弹便能将它烧得一滴不剩。用美军司令尼米兹的话来说，没有这些燃料，美军在几个月内都不可能再发起任何军事行动。而油库引发的火灾会彻底把珍珠港烧成渣，几年内都无法作为一个军事基地来使用。失去了这个重要的后勤枢纽，前沿的中途岛孤立无援，早晚必失。太平洋战争至少会延长2年。可历史没有如果，日本人的炸弹非但没有摧毁珍珠港，反而赶走了美国的孤立主义，唤醒了一个工业巨人。而由于日军把主要力量转向美国，苏联才放心地把远东部队抽调回欧洲战场对抗德国纳粹。弹尽粮绝的中国也得以喘过气来，对日军发起绝地反攻。1941年12月8号，美国众议院以388票对1票同意对日宣战，整个国家迅速转入战时体制，全国超过1半的工厂都在为国防合同工作，平均一天要生产300架飞机、100辆坦克、8000多支枪。舰船跟下饺子一样，平均一年要生产37艘航母、100艘各类战舰。芝加哥的军事大学则针对新兵专门开设了一门为期90天的快速培训，每天他们泡在沼泽丛林中练习各种项目，以提前适应岛屿作战，比如绕着火游泳，从7米高的战舰一跃而下，或是用步枪搭乘人桥涉水过河。
战前海军陆战队一直定位不明，处于边缘化的状态，说是陆军吧，他们多从海上发起攻击，说是海军吧，他们的攻击目标往往位于陆地。直到1942年后，大家才意识到两栖兵种的战略价值，在未来的几年里，正是他们攻下了一个个岛屿。而珍珠港只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，真正决定胜负的战役即将在中途岛打响。占尽优势的日本海军为何会输？美军逆风翻盘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？静待我下期分解。